什么 L， 我这里要。他觉得自己在那个了，对，小哥叫我走了。对，小哥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开，小哥以为你在看热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研究所智闯纽北。今天又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新的版本，全新的版本 ADS Pro 3.3.1。对，先启动它啊，好，启动了。给大家真的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牛啊，这个3.3.1啊。OTA 的进度现在虽然是延迟，所以就随着新车的硬件直接搭载新版本。我们是巨资租来这台问界的 M8 新车，所以这直接就是有新版本了。好，然后刚刚因为下了场大雨啊，所以待会儿路上应该会有积水，给今天的难度又增加了一点。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迷惑的大桥洞。之前3.3是没问题的，是可以过的。而且前面还有个引导车。对。但是它这个路线已经规划得很好，它都不管有没有引导车了。乾坤智能这套系统是真的路线选择方面是挺牛的。好，看看这个，这个刚夸完，不能夸，请立即接管。3.3.0，我记得过这里是没有问题。对哦，而且刚才前面是有引导车的哦，所以它是不参考引导车的，所以也不关引导车的问题。对，我们再启动它，启动 NCA， 不行，来启动。就是我发现乾坤智能它一向对于这种超过90度的弯或者接近90度的弯都是有点难的，或者有机会会降级退出，这边也是。对。上次在这边就怼这个花坛去了，对，今天就不怼了。但是他有没有发现这个？哇，有点极限哦。对啊，刚才那个牌，我估计他是没有看到那个牌的，我们是贴着那个牌过的。好了，不管怎样，我们又回到这条直线上面了。直线方面它是没问题的。来到这边，上次都是一次退出，这个跟这次退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上次是过桥洞，在花坛退。好了，前面有个电动车在慢速的压着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没办法了，只能跟着它，因为旁边是我的左边是实线来的，看一下过了实线会不会其实每一过他都想变，他想变了，他撤回了再变，他变到很积极，乾坤智能一向都是变到很积极。效率还是有保障的。我们的效率那个是设到了敏捷，对吧？对，而且也开了那个高效通行，就是最快的状态了。然后其实从3.3版本开始，乾坤智能就有车位到车位的，所以有机会我们也会测一下，看车位到车位怎么样。到时候就是真的是从家里到公司的车位，过闸机啊，过 ETC 啊，全段打通的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只能说可以用哦，体验好不好，这个是不是真的不用介入，这个我们要再测。这里有个小小的博弈没问题，也挺舒服哦，它这个博弈，那速度控制的挺好，就刚好卡在中间的位置就过去了啦，上难度了，哇，乱七八糟了。咩事哦？有个施工车，施工车停在这里，电力设施车停在这里，我们这里就怎么搞呢？然后旁边还有个大车压着，哈哈。刚才我们不让的那个红色保时捷，现在也不让我们了。但是，它好像它没能识别出来是个死车。哦，它，想通了，但就它因为后面来车了。它应该是识别到它那个双闪了。刚才有一下的，因为可能是外面比较亮啊，那台车的双闪是很不明显的。现在又有了，它识别了，所以它就是也不是双闪，是一个单边的。他就不确定前面这个车是停还是走的，他就在那等了。其实有规划的，只是后面一直来车，你看他就避让就撤回。我们给一点时间看一看他表演啊，给点鼓励，适当的。我觉得都不用鼓励，他有空间，对，主要是有空间他就可以走了。刚才可能就是因为左后方一直有来车，就比较保守了，还是要把车让干净，他才愿意走。好，绕过来，没问题了。这里稍微减点速，是因为可能左边靠的比较近了，离那个水马。但 OK， 我刚刚那种情况，它能够自己识别，自主的这种绕行。这个对刚才那个 Q5的识别跟
速度控制它也是做得挺好的，就远远的就开始减速了。对，就真的像个老司机，提前看到之后，提前做了一些决策，就不会说杀到他面前再一脚中了。好，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暗黑小桥洞了。这个名字真的是听一次绷不住一次。大家对于我们自闯纽北这个各个路口的名字啊，现在我们还在征集起命名名当中鬼才啊，迷惑的大桥洞啊，暗黑的小桥洞。对，大家还有什么名字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哎，哦，对，又是这是炸鸡跟上回一样，对，嗯就是那个闸机内部道路，它识别为内部道路。好，前方有个哇，这个其实我都觉得迷惑，别说机器。他在这里，他在画龙啊。虽然这里不是番禺画龙，但他也在画龙。好了，OK 的哦，这其里要实扫码了。你已经降了。对，他已经降了，但是我还没有。哎，哦，还有我蓝牌。还有，哎，这回他就不会停下来了哦。哎，对我上次，所以它不是在 LCC 状态，对于这种闸机的识别，不是每次都可以的。嗯，好，这里因为前昆智能这个 LCC 它太强了，所以我们这里继续用 LCC。但也不应该哦，这个版本它按道理是有这种车位到车位，就是有过闸机的能力。刚刚也有识别是有闸机的。但是它刚才那下就是没有减速，直接怼到前面去。所以这个得记一次哈，接管。对，等于是安全干预了啊。好了，这里进入 LCC 之后，这个车速对，因为 LCC 是根据我启动的车速去走的，它不会自动调车速，所以我把它调快点，手动把它调快点。啊，前昆智能这 LCC 很厉害啊。上回在我们测3.3的前昆智能的时候，那个片子的评论区啊，就有位朋友可能是华为的内部人士吧，他就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啊，说这个前昆智能的，哎，这里我道德干预了，这个叫道德干预了。对，主要我不想见到旁边那个骑士。不过这里本身就是 LCC 嘛，也不算嘛。对，就上回有个朋友给我们解释一下，就说前昆智能的这套 LCC 它是用 S1，就是那个纯视觉版本的那个系统来做的，所以实际上它的能力是比普通的 LCC 高很多的。就是它真的是用了端到端去训练出来的一个 LCC，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纯规则的 LCC。好，我们再启动 NCA， 看一下。所以看我们自闯纽北的朋友也有很多专业人士啊，大家不妨多翻一翻我们的评论啊，会有惊喜的。啊，记住先关注一下这种线就说记得一键三连了。对哦。所以意思就是他用 S1那个训练出来的一个端到端的系统之后，放到了 Pro 上有更强的硬件，感知反而会使得它变得更强，是这么一个逻辑吗？就是它的，因为一般 LCC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嘛，你就跟着车道线走，跟着速度走，跟着前车走，然后它是用了就真的用 AI 来做 LCC 了，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们发现它在村里面用 LCC 的时候，大曲率弯道啊、过闸机啊这些那么离谱的动作，它们都能够做出来，就是因为它是降维打击的。所以 S1 上的 LCC 城市 LCC City，它还是要付费的，就是一个原因，它不是简单的 LCC， 但它又没去到 NCA， 这个所以需要一点学习跟理解的门槛在那里。为什么 LCC 还要我付钱，对吧？反正大家记得它很好用就行了，记得它比一般的 LCC 强。对，就愿意付费就付吧。好，这里我们一个左拐就进入到城市道路了。这块左拐难度没有上次高。没有那些排队，没有车，所以一下就拐过来，也不能复现上回那个情况了。上回我们还给他提交了一个那个状况。华为工程师连夜加班，但加班没用啊，现在 OTA 都给压着。所以大家开别的问界车型啊，反正你们只要是买了之前的那个大激光雷达的版本，其实。估计在7月份就能够享受到跟我们就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一个表现，这个版本。对，我目前测的最新就是这个了，3.3.1。对，我都没想到，我以为 M8 出来应该是跟那个奥贝塔06一样，都是3.3的。0的。对，结果它还多了一点点，3.3.1。
告诉你们，亲儿子还是厉害一点，还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多给一点。好，前方我们这里前方呢就看一下，一个是有灯号的十字路口，然后前方还有一个是没有灯号十字路口，然后这一段路我们会来回跑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发现或者我们发现他在比如说没有灯号的路口有些不好的动作或者好的表现，那回头我们可以复现一下，去印证一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还是运气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段自闯纽北的路线呢，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一段就是城市路为主了，对，相对来说就主要是信号灯啊，还有路线规划呀，或者有些突然横穿的那种十字路口的一些状况。对，然后它这个地图上面它也会标出来，这里有个路口，这里有个路口。哦，对哦，这是给你导航的时候自己数的，经过2个路口就右拐。那还蛮好的哦，这个导航。对啊。对，这个是 Paddle Map。一般华为的画板地图。就第3方向高德啊那些百度啊，好像我记得是没有这样标注的。但它的数据用的是高德的数据，高德的底层加它自己的一些逻辑。就虽然华为是有自己的那个画板地图，但是如果地图你去采集的话，其实那个成本很高的，更新，所以它现在干脆就直接用高德的数据了。对，借高德的底层自己做一些优化，对吧？这个超车好果断。好了，前方就是为什么我这里我要其实它提前一点变道没所谓。对，但是它压实线了。能不能启动呢？启动了。它就刚刚好在路口实线那里就发起了向右变道。它想变的时候还不是，但是变的过程中就遇到一个短实线了。对。当地人都是不管这些短时线的，是这样子，但道理是这个道理，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我们拍摄我们测试还是要按标准来。对，好，这里一个右拐之后，它是不是又要走辅道了？上次好像也是走辅道，对，但这次辅道好像想通了哦，他又想不通了，又在想通跟想不通之间左右摇摆，最后是想通，哇！其实路线是走主道的，对，但在过程中的各种博弈，对，导致车辆的那个摇摆。而且他刚才贴的那个隔离带好近啊，我都担心6000能撑到。所以 SR 还是有用的，至少让我知道它的目的是要出来，但这个过程太挣扎。对，要真不是测试的话，我可能我就接过来，我介入一把就帮他了。对，因为刚才那个都不知道他想干嘛。之前啊，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之前测那个阿维塔06的，就是在那个地方是走了辅道的。包括之前还有 M7好像也是，但 M7那一次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他走辅道出不来了，所以当时我就干预了。但后来我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口的，那所以后边呢，那如果再走辅道，我就不管它了。好，这里就是一个掉头加上控制灯号。现在掉头对于乾坤智能来说是没有问题了。大部分按路线走的掉头没问题，主要就是看掉头的过程中，万一对向有来车，它是怎么应对。考点就变成是这样了。对。但这边有信号灯的话，我们待会过去应该就没啥来车了。对。然后现在是11点半。接近中午吃饭时间了，所以路上待会儿那个电动车应该会多一点，尤其到了后面。你们的午饭正在运送中，可能骑手小哥会比较多了。对，本来今天我们想早点出来的，但是刚才下大暴雨。不如你们投票，要不要试一下？下次有暴雨的测试，你们想不想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但是担心的是，因为有暴雨的难度增加，你跟过往的那种参考横向对比就不公平了。对，就差太远。对啊，你说就它是因为暴雨的问题，还是因为它本身没优化到位呢？这个就说不清啊。你看对向有来车，然后它咚，但是它可以的。它咚提示你。对，但是它可以。它没有退，只是它掉头的速度现在压得好慢。对啊，那其实有风险的。对，你一个横的出来一个路口，人家不让你的话，那就完蛋了。这个删掉，继续。
M8大家看不到啊，在我前方有一个很大的 HUD，而且这个 HUD 它现在做了一点，就有点像那个增强现实那样子的，就是有条引导线啊，然后包括就 AR 的那种。对 AR 的那种，包括刚才我的左方有车的时候，这个车道的分界线它会给标红出来的，还是做的这种注意力系统还是做的蛮好。对对，这个做的蛮好的。哎，这里它避开了这个掉头的专用道了。所以这个车道是挑的蛮好。所以我也觉得 AI HUD 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就是说你显示的面积很大，然后色阶很丰富，不是说用来给你什么投屏、唱 K、看电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炫硬件的能力，但它本质的功能还对啊，实际意义还是这种场景上做一些注意力的这种系统啊，包括跟驾驶员那些交互啊，道路安全的这种防护性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把盲区监视或者盲区影像放在前面的 HUD 这个挺好的。就打灯，它把这个摄像头的这个画面投射到你前面补盲，对，这个是 OK 的。M8 这是可以的，M8 这个包括倒车的时候，它前面也会把倒车影像显示在 HUD 这里。好，不过这个也很诡异，我看着正前方来倒车，对，其实虽然目的是好的，我也觉得不习惯。好了，一个左拐，看一看这个路线的，可以的，他走在自己的路线上面了，没有压到旁边，很好啊，大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右边好像感觉贴的有点近，还是因为这个车大的问题？还行，应该是车大视野的问题。我这边看还好。好了，我们回到刚才对向来的时候呢，就有个压实线。现在看看回去会不会再压一次啊？有被扒，应该不会了吧？那这个有减速的，有减速的。这种减速观察前方盲区都很好。对，减速观察，然后空出来之后就慢慢提速的通过，这个动作很拟人啊。越开越好之后，我相信大家付费开通城区的意愿应该会逐步的增强。但这个成本，对吧？划不划算，就你们自己来投票来衡量了。对。但至少就功能的体验确实是在打磨了。以前很多身边的朋友买了不肯开，就觉得你都没做好，体验又不好，我干嘛要为此买单呢？现在就不是这么说了，至少华为这套。但是这个也我觉得挺纠结的。你说像华为这样子，你另外付费呢，就是大家心里面感觉到这个智能驾驶辅助这个东西还要给2-3万，但如果说买下送的时候呢，就觉得反正是送的不用钱的。是啊。当然实际上这个成本已经包在里面啊，但是我心里感觉会好很多。就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大家都这么做，其他人都是送的情况下，显得他这个额外付费，大家觉得不太主观意愿上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了。当然，其实付费也有付费的好处啊，就是刚才志豪说的，就是我觉得你还不成熟的时候，我就不给这个钱。对啊，你万一包在整车车价里，就好像打包强行让我为你买单了。对，你两套逻辑吧。好，这里现在我们要拐右了，但是这个速度压得有点慢了，不知道为什么。安全第一。但刚才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状况，它就突然可能是。就变道的减速，好，前面有个人然后左面有个车，它就在中间穿过去了，一个小的这个避让偏移再变道，好标准的这一套。然后来到一个没有任何灯号的十字路口，这种突发状况，它的刹车都蛮早蛮舒服的。对，它就提前判断的挺好的。好，还是看得足够清。但是我发现它对于这种不规则的路口啊，它走的那个路线会打那个弯有点大对，就一般司机的话，直接就可能斜切过来，就顺着走，它是走一个很大的，再一个拐角。但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待会儿到那段工程小路的末端那个位置，哇，这种紧急情况的刹车真的是做得很舒服。这边钻一个空位过去了，好流畅，好流畅。哇，这个
它也有点偏移的动作，但不大。对，嗯，然后前观智能就判断它不会侵入到我们，所以就正常的通过了。所以就像这种 VRU， 它的动向判断呢是很难做的。你很难的。我作为司机，我都不确定那对啊个树会不会继续压过来。你如果做保守呢，那我感官上面就觉得这台车怎么那么敏感怕死，对啊，不舒服。对啊，但你做的太激进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就确实有点安全的，有可能发生事情。对啊，这是挺难的。这个是现在各个品牌都在摸索一条线，一个平衡点。跟人的博弈是最难的。对，但这个我觉得真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写死，就你不可能说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去，那种情况你就不可以去。啊，只能说随机应变啦。所以要系统的反应决策够快了，拼的就这个了。对，对，如果决策够快的话，其实倒可以去激进一点。好，看一看这个环岛，我还以为他又走错路了。我也以为是他有他又个迷惑的这个，他又打一个大弯了。他按照一个很标准的环岛来，但又不是按照很标准的环岛，他是打出来又这样，你看，他其实不是按地上的线来走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给人感觉有点像是走大一点，就提前看清楚盲区的情况，再管，有点这种感觉。你这样说好像又对，我的感觉是像这样，但有点太保守了，就是。对，好，但还是通过了刚才那个有点混乱的路口了，进入到正常的路线。哦，又是这个有看积水啊，旁边有没有人呢？啊，这个速度还可以，我就不管它了。啊，前方有一些临停的车辆，他很积极的绕过去了，然后让出道路，好，可以哦。对啊，真的绕完马上就把那个道让了。好，前方要闪。AI 说你们想干嘛？好了，现在是后方跟前方都有这种电动车过来啊，而且这个路口就很窄。好了，我要效率干预一下了，我帮他一下了这里。因为这个没完没了的。这种路段其实我们是故意给系统加难度的，就是看一看它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会怎么样。好，提前激活它行不行？不行，不行，还想考一下它这个路口。感觉今天下雨的原因，路上临停的车多了好多。对，好，这里可以了吗？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它要识别到车道中间，还可以了。可以了。那就因为一个接管，它避过了一个考点。水坑它是完全，它应该没有识别出来吧？我感觉，但是刚才确实有个减速的动作。可能是因为路口的原因。对，有可能是对向的车啊。好，然后这里一个90度的弯，这个弯呢倒是，就 ADS 每一次都能过。就对他来说小 case 了。但是前面那些90度的弯，包括后面有个90度的弯，就加难度了。哇，这个真的加难度哦。哦，应该爆胎了。哦，小哥爆胎了。很无奈啊。那这里我就有点他拥堵跟车了，他觉得自己在那个了。对，小哥叫我走了。对，小哥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开，小哥以为你在看热闹，走嘞，某某。不要再看啦，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刚才有一个效率干预了。所以我们经常聊一套自驾有没有这种叫什么羞耻感或者社死感？他没有，你有；他没有，但我有，或者他让你有，就是这种现场。他倒没错，但是这个时候就有点社死了。这里挺好，我现在它减速了，我这个地方可以哦。好了，减速之后也靠右了哦，至少它不是贴着左边走哦。你跑太多，给它优化了，后台记录了这段路，经常有人在这里接管，挺好哦。今天这个路口过得非常好啊，经常在这里噔噔噔接管，怎么回事呢？然后做了一些优化。很好啊。前方因为有行人，所以他就很。而且盲区，它也提醒是有盲区，还真的是哦。前面这个公交站这里就是盲区，挺好的。这其实有点像理想那套 VLM，就是它会识别出来一些状况，然后显示出来。当然，VLM 理想那一套呢，就是 VLM 会告诉端到端系统你前方有个状况，你应该怎么处理。但我不确定前观自驾这一套，前观智能这套是不是这样，反正它会显示出来。
好了，这里又提醒要退出了。哎，为什么呢？对，这段路都是的，之前经过这里，它已经标注出来了，全国智能已经把这里标注出来是一虽然没有个内部道路闸机，对啊，对还是就这一段。对，它就退出了，已经是又只能靠 LCC 过了。啊。对了，我这里就要对，这已经 LCC 了，所以这里我来了。上回我们在这里用 LCC 过的，再试一下看行不行？不可以，哎，可以了，可以了。看看啊，这个就是最强 LCC 了，90度的弯都给你拐过来。所以给各位 S1 的车主们，你们要不要解锁更强的付费 LCC 呢？就是这样的表现了。对啊，其实如果不是特别堵车啊，比如说你在那些3、4线的正常跟车的话，其实普通 SC 对，够了。你就用这个 LCC 都可以当成是 NCA 来用了。啊，前方有个车停在路边，它会绕行，但这个门呢，门也绕过去，我可以哦。哦，这个空间留得够。对啊，它应该是，它虽然没有显示出来，但刚才我觉得它应该把那个门给识别到了。啊，又是这种啊，但是LCC 就会提速，就提得比较快。哇，毕竟是 LCC， 所以还是没有。我后来激活了是吗 ？NCA 的吗？但 NCA 它刚才对向来车完全没有动作哦。刚才那个距离没有一点偏移。对啊，那个距离留得很极限哦。好了，刚才我回头再看看，刚才是 NCA 状态还是 LCC 状态，看算不算这个干预的技术啊？然后现在我们先回到这个路上，然后确认一下导航。OK， 我已经好 OK 的，是对的。好了，前方呢就是一个城市快速路，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应该跟 ADS 的 S1是一样表现的。啊，对，上回还有朋友就说，你们这个它不是压实线，它是避让那个，这个货斗，对，太偏移了。对。上回有朋友就说啊，你们这个3.3不是应该叫 ADS 的 Max 吗？有激光雷达的。其实在大版本还有3里面，它还是叫 Pro 啊。要去到4 ADS 4开始，可能才会正式用什么 Max 啊、Ultra 啊那套新的命名体系。对，所以有可能就现在买了激光雷达车型的朋友啊，问界啊或者阿维塔啊都好了，包括方程豹啊那些。看到这个 Pro 不要那么紧张，对，不是给你什么烟啊。等就7月份那回那个 OTA 之后，可能你们就会免费升级到 Max 版本了。虽然性能上没有很本质的区别啊，但是这个从 Pro 变成 Max， 感觉还是很爽的嘛。你听名字都觉得哇，好像捡到了。所以在4版本里面的 Pro 就变成了，就现在的 S1会变成了 Pro。现在的 Pro 变成了 Max， 然后再有一个是更加多硬件的，可以实现 L3的那个叫 Ultra。然后还会加入一个更入门的，来顶替原来 S1的那个位置。对，所以那个 LCC 就城市 LCC 会不会就是那个更入门的版本呢？应该说原来的那个。现在的 S1 它解锁了更强的 LCC， 应该就是现在你说的它变成了 Pro，然后它留了一个还没有 City LCC 的一个更入门的版本，最基础的。我看起来是这么，因为它没有 NCA 的那个普通 LCC 都分了2档嘛，应该就是用这个付费与否的这个能力来切割了，然后像说加上 NCA 的也分了2档，对吧？所以就是到时候免费的，就是 S1 就最基础的功能，就 LCC、ACC 啊、AEB 啊那些，然后再付一点钱啊，就是 Pro 版本。不过也看到说那个 Pro 会不会说跟车有一个价格的绑定，不确定哈，就变成不是那个软件的付费的，这个规则要等，对吧？要跟车企啊，可能他们整车会有一个联动，这个到时候再看。不过大家现在应该也开始慢慢能意识到，其实做这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后期的维护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就是一次性买断这种方式呢，不一定能持续很久。
等这种功能普及了之后，可能各家车企也慢慢会切换到按月付费、按年订阅这种模式上面。我会觉得这个性价比各方面会更高。就是我真的要去旅游了，我要这个月长时间的去用了，对，我就按月给你花个几百啊，小1000这个样子。对。那有的人说啊，我这个月都出差了，我什么什么，我车都不用，那个月我就补付呗。对啊，或者有些朋友平常就家跟公司这距离都很近的，用不上这种驾驶辅助的。对啊，就正常泊车我就那种也不用付费，对吧？高速的我也不用付费。对，用的时候再付费，其实也合理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额外的功能嘛，它不是车辆基础的功能。但是之前奔驰那个后轮转向付费那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那个就奔驰那个有点真的是对白搭，因为那个就是车本身的功能，你本来就应该给我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对吧？这就不体面了。我们不排斥付费，不排斥对吧？要活啊，要有点，至少有点吃相，不能吃相太过分，对，是这个意思。好，回到我们最后一个大路口了。其实刚刚南大干线指南大道一点案例都没有，没有过得到蛮很简单啊。其实现在这种快速路对于华为乾坤智能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了。所以你看，就3.0跟3.1这种综合体验好了那么多之后，这种城市我们的自闯纽北都没那么难受了。以前觉得哇，像上来受刑一样，咣，现在好多了，真的。对，所以如果大家身边有一些对智能驾驶辅助还是很抗拒啊，或者是观望的朋友，其实也不妨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他看看。真的，1-2期可能他都没感觉，你得成长性的看看以前是怎么样啊，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尖叫时刻，现在都是平平无奇的就走下来了，真的是舒舒服服的兜了一圈风就回来了。对，其实也就半年的时间，真的是。对啊，春节的时候，我们刚刚走这条路线的时候还是非常刺激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感觉了。是啊，当时还说华为的标签是偏激进的，对吧？刺激一点的，讲效率。现在效率高之余，也没想象中那么惊吓了，各方面的。对，也稳妥了。其实就是那个大角度的弯，就这个问题是一直都没有解决的。对，超大角度的弯，但又不是掉头，而且路口特别开放。他那个 SR 也看到他偏那个偏移，偏着就走错路了。对。当然，因为刚才我们走的那几次啊，都是一些施工临时改出来的路线，就是还不完全是城市道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反映到它的泛化能力还不够高。对，因为现在大家都宣传什么全国能开这那对，要往全国这个范畴，那肯定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所以也是要给大家呈现它这种能力的边界啊，怎么解决啊，体验。反正大家就记住啊，现在所有 L2 级别的都是叫驾驶辅助系统，他们是辅助的，你不要完全交给他。即便 ADS4的 L3都是在高速，对，它也是一个划定区域，划了区域的高速的范围内才是说 L3。你现在城市基本国内都是 L2的。对，城市的 L3我估计也得就明年，慢就后年，估计也是要划区域的，就是那种什么施工啊，那种非铺装啊，那些地方，我觉得很长时间内是不可能给你放到 L3的。对，就是那种园区，可能是城市的一些什么科技园啊，或者是像比如说广州可能螺岗啊，或者南沙的某个区域可能会有 L3，这是我们的推测哈。就是一些比较规整的道路，然后那边也是想推进那种城市智能化呀，各方面的那些区域。什么时候连广州塔啊、什么老城区都有 L3，那就真的全民 L3了。那可能要等到好几年了，我觉得。对，至少算力，我觉得还得再翻才行。而且因为一旦到了 L3呢，因为这个车辆的事故的责任就是在品牌方了嘛。对啊，所以品牌方也要做很多冗余的安全的验证。对，
那就会导致到时候车辆的硬件价格肯定会比现在高很多的。好，一个掉头之后，好了，到了我们加餐时间了啊！我们自从留北完了，加餐时间，看他能不能进，行不行的？不行的，不行的，不行的，要飞斩，要飞斩。所以3.3之后，你说有车位到车位，但是以我们公司来说，有点就明显这个不有点刁难他了。就不知道有可能录了那个车位到车位的路线之后是可以走，但是之前3.2的时候有一次它是成功进来的，它是成功过的，对的。但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种端到端的系统啊，它还是发挥会不大稳定。好了，那今天对于这个问界 M8啊，华为乾坤智能驾驶辅助系统Pro 3.3.1，这次就到这里啦，吟唱结束。对，大家还想看哪台车啊？对，很多朋友在呼唤那个新纪元的猎鹰智驾啊，那个我们还没有打卡的。对，但它确实有没有开通，我们也在同步的在问，对，我们在跟进这个事情。如果有的话，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拿回来测的。好，最后再来一个自动泊车加餐。哎，它是不能直接选择的，是要去到那个，对，我是要。好像是这样切过来，然后泊车在哪里？小一，你點樣揾出嚟㗎？嗱，這個呢？因為年輕人玩 pad 玩什麼，就是不管什麼亂點一通，能點的先點到了就點對了。這個自動泊車發起的界面能不能優化一下？我也覺得是哦，不應該藏得這麼深。雖然掛 R 檔也是一個，可能是一個流程吧。但有些車型都不用掛 R 檔的，直接看到點就可以了。我那個倒閉車極越都是直接點的，但是它停得很好啊，它停的這個位置，跟後面有草凸出來，它的識別得很好。好，那今天就到這裡啦，大家記得能泊車肯定是沒問題，記得關注智能車研究所一鍵3連啊，然後我們下回再見啦，拜拜。所有電車車主看過來，大家車小程序上線充電板塊啦！小程序首頁點擊充電補能，就可以查看離你最近的充電站，一鍵導航開啟充電，還可以使用積分抵扣哦。目前已經覆蓋了廣東省範圍內所有城市，後續我們還會上線更多省份的城市哦。